里，囚犯拿出一面镜子照向自己的手臂，上面纹着一串神秘字母和数字。接着他迅速拿出纸笔，将字母和数字记了下来。第二天放风时，他便偷偷用手指摸索一排排长椅下面的螺丝，通过触感感知螺丝的轮廓。经过一次次的摸索，终于找到了目标，这就是他想要的那一颗1121147。随后他假装若无其事地坐上长椅，用一枚硬币轻轻转动螺丝，成功将其取了出来。回到牢房，麦克拿着螺丝不停地在地板上摩擦，很快螺丝被打磨成了6边形。随后他扯掉衣袖，将螺丝对准手臂上的一处纹身，形状完全吻合。接着他将打磨好的螺丝塞进洗手池的内孔式螺栓，一边轻轻转动，一边还要观察着牢房外的情况。很快内孔式螺栓被成功拧了下来，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以洗手池为掩护，继续用那根螺丝在墙上掏出一个洞。但这可是一项大工程，所以他必须拉室友苏克雷入伙。为了测试苏克雷是否值得信任，在干活时麦克将一部手机包裹好，然后故意在对方的眼皮底下藏了起来。要知道私藏手机在监狱里可是重罪，而知情不报也会受牵连。苏克雷提醒麦克不要乱搞，但麦克却故意放狠话刺激他。I don't like the look in your eye. What's in there? You never showed it. You got it. 接着麦克让哥哥林肯去找狱警贝里克打小报告，举报苏克雷偷偷藏了一部手机。贝里克立即传唤苏克雷，让他交代手机的事。苏克雷瞬间蒙圈了，他不懂藏手机的锅是怎么甩到他头上的。如果现在他将麦克供出来，不仅可以洗脱嫌疑，还能立上一功。但他并没有这么做，而是一口咬定根本没有手机这回事。事后苏克雷极其愤怒，帮忙隐瞒了手机的事。作为回报，还要求麦克把手机借给他，给女友打个电话。殊不知所谓的手机是麦克为了测试他做的模型。苏克雷成功通过了测试，麦克随后将越狱的计划说了出来。可没想到这下苏克雷更加愤怒了，因为他只有16个月的刑期，熬一熬就过去了，让他越狱，这简直是让他往火坑里跳。为了避免再次受牵连，苏克雷直接申请更换了牢房。一向看麦克不顺眼的比里克专门从精神病区给麦克送来了个新室友。现在麦克面临2个选择，要么拉这个精神病室友入伙，要么只能趁其睡觉时偷偷搞。看到对方那充满智慧的眼神，麦克果断选择了后者。到了深夜，等所有人熟睡后，麦克再次拿出螺丝钉，偷偷来到洗手池旁，正准备开始挖墙，可突然感觉后背凉飕飕的，回头一看，新室友正用他那充满智慧的大眼睛死死盯着他。What's your problem? I got a neuroanatomic lesion affecting my reticular activating system. What does that mean? It means I don't sleep at all. 这下麻烦可大了。不仅如此，新室友还注意到麦克的纹身似乎藏着什么秘密，他开始每天跟在麦克后面，拿着小本子不停地画着什么。麦克刚开始并没在意，一个精神病能看出什么来，没想到仅仅2天后，新室友竟把他身上的纹身全部画了出来。Where does it lead? Where are you taking? 这时候麦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推开对方后，他开始用头猛撞牢房的铁栏杆，撞完后立即呼喊狱警。这狱警也是个大聪明，还没等麦克开口，便立即打开牢门，用手指着那个疯子，让他老实蹲下。疯子立即向狱警举报麦克的纹身其实是张地图，但没人相信一个疯子的话。还没等他说完，狱警直接用辣椒水喷了上去，随后疯子被带回了精神病区。而另一边的苏克雷突然得知自己的表哥要和女友闪婚，为了抢回女友，苏克雷主动找到麦克，强烈要求加入越狱小队。I'll do anything you need. See these hands? The digging machine. You want to go to China? I'll get you a China fish. I'll dig like a psychotic rodent if I have to. Fish, they gotta be back in. 见苏克雷如此表态，麦克也是假装半推半就的答应了。You're my boy. 苏克雷回归，越狱黄金搭档正式上线，一个负责埋头挖掘，一个负责看门放哨，越狱效率直线上升。